最近啊，银行行长坠楼的新闻特别多。就拿华夏银行天津分行来说，这可是坐拥700亿资产的庞然大物，行长位置那叫一个香饽饽。可人家怎么就选择从高处一跃而下呢？大家别着急，且听我一步步给你们分析。这个天津分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1.72%， 在全国2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中排第一，京津冀地区更是夸张，不良率飙到 2.64%。 说白了就是坏账要都不住了。真正可怕的是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最近几个月已经有4位银行高管相继坠楼。这么多银行高管选择同样的方式告别人世，背后的原因就只有一个：2020年埋下的那颗雷终于要炸了。还记得2020年那会儿是啥情况不？疫情肆虐，百业萧条。为了提振经济，银行拿出2个大招：经营贷和消费贷，总额高达10万亿，利息低得离谱，年息才 3.25%， 这都赶不上银行自己的3年期存款利率了，简直是在割自己的肉。最魔幻的是，这些钱根本就没流向实体经济，一大批炒房客弄虚作假，把这些超低利率的经营贷套出来去炒房了。最疯狂的就是深房领大波了，这才出现了2020年最离奇的一幕：全国各地封控，工厂停工，饭店歇业，可房价却蹭蹭往上涨，把2018年开始的去杠杆政策全部打回原形。问题是，银行自己心里都门清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很多经营贷的资质造假都是银行内部人员在背后指导的。为啥呢？10几万亿的蛋糕摆在那儿，层层都要分一杯羹。保守估计，至少有 40% 的经营贷违规流入楼市，那就是4万亿。现在好戏要开场了，那些2020年放出去的3年期经营贷，马上就要到期了。当初那些炒房客以为3年后房价暴涨，卖房还贷一条龙，结果呢，房价不升反降，高杠杆买进的房子现在都套牢了。这里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？房贷跟经营贷可不一样，房贷要是还不上，银行还能把房子收回去法拍，只要房价跌幅不超过 30%， 银行基本不会亏。但经营贷呢，抵押品就是一堆空壳公司，全是纸上画的大饼，一旦违约，那就是血本无归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假设有个炒房客用1000万经营贷买了房，现在房价跌了 20%， 房子只值800万了。他要是狠一点，把房子卖了直接跑路，银行能找谁要钱去？找那个早就注销的空壳公司吗？而这还只是表象，中国经济的实质已经开始崩溃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前9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3.5%， 国企的降幅更是达到了恐怖的 6.5%。但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9月单月数据，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暴跌 27.1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一个月薪2万的人，今年9月的工资突然变成了1万4，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，是全国所有企业都这样。这些蒸发的利润，很大一部分都变成了银行的坏账。统计局的解释更是让人啼笑皆非，说什么 PPI 降幅继续扩大，基数抬高，翻译成人话就是价格跌了，成本还在涨，企业快要吃不消了。不过最有意思的是，官方还在死撑着要完成 5% 的 GDP 增长目标，前3季度才增长 4.8%， 要完成全年目标，第4季度的猛冲到 5.2%。我问问各位，现在这情况，第4季度 GDP 能比前3季度还高？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30家投行预测的平均增速都只有 4.8%。市场大佬们也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息。看看李嘉诚最近的动作就知道了，
他在北京朝阳区的豪宅项目玉翠园直接打7.6折甩卖，这可是每平米要9万多的豪宅啊！现在比周边二手房还便宜。更吓人的是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大甩卖了。今年7月，他在东莞的海逸豪庭更是打了个对折，从最高峰的3万1平直接砍到1.3万。大家别忘了，2013年房地产最火的时候，就是李嘉诚率先开始撤离中国市场，还被新华社专门点名批评。可现在呢，谁还敢说他看错了？政府也是没招了。2008年靠4万亿基建救市，2015年靠3.67万亿 PSL 救房地产，现在这2条路都走不通了。最近深圳提出要搞大胆资本，要弄个万亿级政府投资基金，说是要投资创新企业。可问题是，光靠印钞票就能印出创新来吗？现在的状况是，企业利润暴跌，经营贷违约潮即将来临，房地产继续下跌，通缩变通胀，产能严重过剩，7大致命风险正在集中爆发。这些银行行长们选择跳楼，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，不如说是整个经济系统即将崩溃的预警。10万亿的雷已经埋下，明年必定引爆，到时候恐怕就不只是几个银行行长的事了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都会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崩溃。我估计啊，2024年的中国经济会比当年苏联解体时还要惨，因为苏联好歹还有石油，现在的中国连房子都卖不出去了，还拿什么去救市？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烂尾楼和360万亿的债务在那摆着。所以2024年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场经济海啸究竟会掀起多大的浪，会让多少人倾家荡产？现在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那些银行行长们的选择或许真的是最明智的。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真的有这么悲观吗？让我给大家再补充一些更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最新统计显示，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数量同比下降 37%， 这还是官方数据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。过去3年，全国有超过3000家房地产开发商倒闭，几十万产业工人失业。光是恒大、融创、富力这些曾经的地产巨头，就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700亿。再看消费市场，金九银十变成了寒酒冷食，各大商场的客流量同比下降 40% 以上，连茅台这样的消费股都开始跌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的钱包真的空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通货紧缩已经开始了， PPI 已经连续12个月为负， CPI 更是从 2% 一路跌到了负增长。市场上明明都在降价，可老百姓却还是不愿意买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观望，都在等更低的价格。这就是典型的通缩螺旋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2024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可能跌破 2%。而且别忘了，现在中国还面临着人口负增长、养老金亏空、地方债务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。特别是地方债，据专家测算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已经超过100万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个中国人，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年迈的老人，平均要背负7万块钱的债务。看看深圳提出的大胆资本计划，就知道政府有多急了。但问题是，就算你拿出万亿资金去投资创新企业，这些企业的产品最终不还是要卖给老百姓吗？可现在老百姓都没钱了，创新再多又有什么用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4年可能比苏联解体还要惨。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，而是整个社会财富大规模缩水、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。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，光靠打强心剂已经不管用了，需要的是整个系统的重建。但愿我的预测是错的，
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，2024年的经济形势恐怕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那些银行高管们的选择，或许真的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。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？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准备。第一，现金为王，尽量保持流动性。第二，不要盲目投资，特别是高风险项目。第三，保住工作，现在找工作可不容易。毕竟这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是个头，谁也说不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2024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真相，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